展示一下。雨花石烹土鸡蛋，好像听起来蛮复杂，实际上挺简单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一些雨花石，还有4个鸡蛋，土鸡蛋，还有就是1根葱、盐、鸡精、油。冲洗净之后，我们把切好的葱花放入热容器当中，开始打鸡蛋。下面要搁一些盐。盐的多少，一定心中有数。鸡精，用筷子把鸡蛋打碎。这样，我们先放一边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倒上食用油。因为这个菜呢，首先是要把雨花石加热。要加热到240度，有足够的温度，这个鸡蛋摊上去之后呢，它才可以熟。油要稍微多一点。我们把雨花石放进去，雨花石的温度一定要达到240度。好，上盖。现在这个油温应该加热到240度了啊！我现在套上一个围裙，到时候会嚓啦一下，历史性的时刻到了啊！好，成功！咱们这道雨花石烹土鸡蛋就完成了。同样是一道很容易上手的素味佳肴，简单的食材，简单的制作，对于每天都被我们需要的鸡蛋而言，这样一道简单的美味可以说是至繁归于至简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道菜的制作。首先将土鸡蛋打入碗中，加入葱花、盐、鸡精，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鸡蛋融入这些味道。随后在锅中加入油，下雨花石进炸至240度时捞出，放入铁盘中。石烹呢，主要是把石头作为传热介质来烹菜，所以我们要把雨花石炸到一定温度，这个温度呢240度时刚刚好。最后将鸡蛋倒在烧热的石头上，焗熟即成。为什么会选择陕菜这个菜系？主要是看了这个王喜庆老师的这个中国陕菜。他的这个著作，然后他呢是这个舌尖上中国的这个撰稿人。后来认识他之后呢，我才了解到，就是说中国的陕菜实际上是非常源远流长的。它的起源呢，是早于这些川菜、粤菜、鲁菜的，对，可以说是这些菜系的一个始祖。我才知道陕西人，就是他们不光是这些小吃。他们的菜其实也是自成体系的。今天也是在这个他的这个著作《陕西陕菜》里头，随意抽选了几道，对，也比较好做的。有些复杂的恐怕我也做不来。谈下你眼中陕菜和北方其他菜系的区别。因为北方人大家都比较喜欢吃面食，对，然后在西安呢有各种各样的小吃。这个面的种类也比较多，然后呢，到了北京之后呢，实际上我是觉得北方的这个菜系，
类型比较雷同，对，基本上北方人爱吃的东西，你像这个饺子啊，然后这个到了北京锅贴儿，这些东西实际上意思差不多，对，口味呢稍微有一些变化。你比如说这个锅贴儿，在西安呢，我们叫煎饺子，对，它就是把饺子它煎一下，用油过一下油，对，然后到了北京呢，它就叫锅贴儿，它只是可能做的形状不太一样，实际上大同小异，不同于八大菜系的声名显赫，在饮食文化的长河中，不乏有着诸多独具特色的小派食帮。单以北方菜为例，当属着皇城根子民最为钟情的京帮菜了。何为京帮菜？究其根本，呈现给后代的竟是一个充满浓厚底蕴的集大成者。与粤菜厨师的温文尔雅和川菜厨师的热情直爽相比，每一个京菜厨师身上，除了骨子里那种热情好学之外，总是还能显露出来一些独具京味特色的小性格。我叫刘文提，我是校医院的行政主厨，我从事这京帮菜已经24年了。我比较喜欢这个烹饪这个行业。京菜厨师呢，我觉得真正北京人更好玩一些。这个玩呢是什么呢？对于把玩的这些小物件，弄个手串，玩两个核桃，我觉得更有带有北京味道的那个人。他好像你天经地义，他就感觉这种皇城根里边，这个子民应该有的东西，就带着那种劲儿。然后呢，还有的更深一些，像我师傅呢，他更喜欢一些，收藏一些古董，他觉得这宫廷菜啊，和我们学的这些做的这些东西呢，更需要一些文化底蕴更深的东西。对于刘厨来说，做了20多年的京帮菜，这其中所蕴含的精髓，是他愿意用更多时间去领悟的。京帮菜它是满汉文化的一种融合，它呢是由宫廷菜还有一个清真菜、北京小吃这么一个融合性的东西组建而成的这么一个京菜，但是它还要以鲁菜为基础。北京作为北方饮食文化的中心地带，八方食客在此汇聚，不管是小吃还是宫廷御膳，都被贴上了京味的标签。不是季节的时候吃这种不是季节的菜，就要以假乱真。黄鱼呢，一定要选用东海黄鱼，这种黄鱼呢，它口感呢更结实一些。它这个剔肉的时候呢，也是比较考究刀工的。这种，如果你这个东西要是刀工不够好的，它就会产生很大的浪费。它一条鱼按说是可以出到8位到10位的，如果你刀工不好，它就折半了。鸭蛋黄呢，一定要是红心鸭蛋黄，因为红心鸭蛋黄呢，它制作出来这个假蟹黄呢，它才能够说更像真的蟹黄。它制作过程中这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在炒这个蛋黄的时候呢，刚刚成型就要把鸡蛋清泼进去，然后呢，它蛋清一成熟就要出锅，这样才能够说呈现出蟹黄刚蒸熟、刚出锅的那种形状是一样的。
赛螃蟹，它出来之后呢，滑出来口感呢，它这个才会软嫩，然后它颜色还会白。京菜厨师对于每一道菜品，仿佛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，在每一种食材的选择上，都长此以往地遵循着一个精挑细选的原则。在火候上，也同样是细心雕琢。水晶四喜丸子呢，在制作上面一定要选用猪的前肩肉。猪的前肩肉呢，选完肉之后呢，要刀工细剁，剁细了之后呢，来当成这个丸子馅儿。然后这里边这个芯儿呢，你要用鱼翅、辽参、香菇、冬笋切细丝，然后要用绿豆淀粉，一定要用绿豆淀粉来做这个定这个芯儿。因为现在为了环保嘛，我们现在也采用了这个成分呢，就是用的是合成鱼翅。这样一个有内馅的水晶丸子，入油锅而不散，出油锅而不生，在每一种用料的配比上，谈何容易？北京人更讲实鲜这一块东西，然后呢，剩下呢，北京菜呢更注重一个原汁原味儿，色儿深味儿重，北京人口重，它认为四季分明啊，随着季节的变化，人的口味就有不同的变化，所以说北京菜呢更是浓厚一些，带有着北京人的那种热情，浓厚沉淀。刚开春的时候呢，这个季节吃桂鱼的好季节，咱们选用这个1斤8两到2斤多点的桂鱼，这样出成比较高。然后把桂鱼肉宰杀之后呢，桂鱼宰杀之后给它剔肉，出片，上浆挂糊，然后用糟汁酒去煨制这个鱼片。然后呢，制作过程当中呢，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油温，每鱼片要一片一片的下，因为这个糟卤鱼片考究的就是鱼片滑完油之后不打卷儿，四面不能翘，这是考究这个菜的功底。然后油温呢一定要控制好，下去之后鱼片是平的，出来鱼片还是平。然后颜色必须是金黄色，糟香浓郁。然后下边垫着木耳，木耳呢在这个饮食当中呢，就是它起到一个就是顺刺的作用。如果说鱼缸有刺呢，因为木耳呢，它这能够说有助于刺往下走，在食道当中，这是它垫木耳的意义。整体菜的外观呢，就是年年有余，这个风调雨顺。美好的食物总被人寄予情感，也总是值得耐心等待。不只因为对每一个步骤的考究，然而即使是一小碟蘸料，都出自精心的烹制。说的酸盘呢是宫廷菜的一个烧节菜，其中的干炸丸子呢，它是北京菜最喜闻乐见的东西，但是它里边又加了一个烤哈尔巴子，还有一个炸佛手。烤哈尔巴子呢是满族人的这么一个叫法，是在猪身上的这么一块肉。然后呢，佛手呢就是宫廷菜里边好像炸佛手就是寓意着长寿。丸子呢，咱们这干炸丸子呢，炸完之后外焦里嫩，
它有一个根碟儿，这个根碟儿呢上边有花椒盐、蒜汁、老虎酱，还有木须卤，这4种原料。咱们这个呢，不光是能够说蘸椒牙吃，还可以在木须卤里边呢，自行拿筷子在里边滚一下，那么滚了一层汁儿，就好像客人呢就在桌上之后吃这干炸丸子之后自行交流了一下，又自带了一个交流丸子，就从形式和意义上呢又丰富了一些。这就是提升版的北京菜，我们的宫廷菜——烧节汤圆。烧节这个东西在这个宫廷菜当中呢，它有60、70品，这3样呢只是其中的一角。单凭这几道菜，也许不能完全彰显出京帮菜更为浓厚的文化，但却足以让我们对北京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，甚至于一道凉菜都令人眼前一亮。五丝黄瓜卷呢，北京菜地地道道的北京菜，这是一个，而且呢它是时令的，也是，但是说时令的时候应该是在黄瓜下来的时候，6月份、6、7月份的时候，正季节的时候。但是说现在咱叫吃鲜嘛，现在北京现在一年四季都有这个黄瓜，正选用的这个黄瓜，挑这直溜的，然后呢切成段，2寸5长的段，然后先要用盐给它杀了，杀一下，然后我们专业术语叫先盐撒一下，先去水气儿，再有点蔫儿，然后这就是片的时候好片。然后里边卷的这种丝呢是胡萝卜丝、香菇丝、青笋丝、苦瓜丝，这5种丝呢，这也象征着福禄寿喜、五福齐全。5丝嘛，它寓意也好，外边翠绿的。然后把黄瓜呢杀蔫了之后呢，放菜墩子上，先要用手给它滚一滚，才能好片里面，然后打成薄片，从头到尾给它片成薄片。片成薄片之后，把这个5丝镶在里面，镶在里边之后对切，摆成一个放射性的这种大礼花形状，摆在盘里面。五丝黄瓜卷里边镶的是5种丝，有那个香菇丝、冬笋丝、胡萝卜丝、辣椒丝，还有苦瓜丝。这苦瓜丝这5种丝呢是5种颜色，拌的口味呢往里边放上了这个白糖、醋、辣椒油，形成了一个酸甜苦辣咸5味，颜色呢是5色俱全。有时一种食物便饱含着人生百味。对于感性的京帮菜厨师们来说，无论宫廷御膳、满汉全席，还是市井小吃、寻常吃食，都值得他们用更长久的岁月来延续。我觉得那时候更深的意义是说，我不炒菜的时候，我能带着徒弟们在一块干，可以说是一波一波的这些小孩们跟着我一块干呢，我把他们从不会到会这个行业，成为朋友，然后让他们能够说有养家糊口的一技之长，让他们能有一个本事，经过我们在一起的一些相处吧。因为同时我也要跟我的师傅也要学习东西，我把我学下来的东西呢再传授给他们，这才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和传承。然后他们今后呢有着长大成人，能够说独立的一面的这么一个本事。这是我觉得这是也是在枯燥的这个工作当中吧，这是一个乐趣了，或者是也是一份责任。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心情吧，可以说是。到那时候呢，也许说很多的徒弟都各奔东西，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岗位，过去串个门看看他们，也算是一个心情最好的收获。京帮菜，一个满汉文化的集大成者，不断汲取着八方饮食之精华。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帮执着坚守的厨师，在每道菜品的每个细节上精细掌控，用最感性的情愫和最真诚的态度，来诠释一个大气融合的京帮文化。性格随性，工作认真，率真自我。
他喜欢享受在制作过程中与食材的零距离接触，潜心研究世界美食，将中西餐各自特色融为一体，多种技法的结合造就了另一种味蕾升级。他就是本期时尚顶厨管乐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纯正的法国料理，是一款奶香浓郁、味道非常香醇的一款奶油土豆汤。今天会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，有温泉蛋，但是今天我们只加蛋黄。首先我会把鸡蛋放在烧开的水里，放一撮盐，轻轻地放进去。只需要把鸡蛋煮3分钟就可以了。OK， 现在开始计时。同时呢，我们现在开始处理主料土豆。今天我们选用的呢还是黄皮土豆。这种土豆的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淀粉含量非常多，这样对这个汤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我不用任何的这种额外的添加剂，再去把这个汤勾稠。利用它土豆本身的这些特质，我就把这个汤做的已经很浓郁了，差不多有1个土豆就够了。好，现在给它一开4。我们为了让它熟得更快一些，还是给它切片儿。土豆切好了，这种速度呢，土豆暂时不会变色，所以我们不用过多担心。我们后边要切的只有2种原材料，一种是大葱 ，OK。我们应该选那种葱白、葱心儿质地比较紧实的这种大葱，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葱来给我们增加一些额外的香气。洋葱，我们给它切成跟大葱一样的这种块儿。洋葱在这道汤里是必不可少的，大葱呢只是借大葱的甜味儿，洋葱是借洋葱的香味儿。这3种原材料混一块儿呢，就变出非常可口的一道美味。好，现在温泉蛋已经到时了，我们拿冰水给鸡蛋捞出，这样一冷一热的效果呢，蛋白跟蛋壳就会完全的脱离，这样一会儿我们剥开的时候就很容易剥开了。啊，现在是镇凉。好，现在锅烧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转小火，我们加入橄榄油，加入1块黄油。温度不宜过高，因为黄油下去会糊化，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空间下洋葱跟大葱。这也是算是一道功夫菜吧。原材料虽然说很少，但是时间还是需要付出一些的。炒制这个洋葱跟大葱的时候呢，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小吃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做一个蒜香的面包丁儿。我所选取的就是外边普通的这种切片面包，我们把它的边儿去掉，切成丁儿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切一点蒜，切碎。我们拿起1块黄油，趁锅预热的时候，我们让黄油融化。我们现在呢可以加一点盐，我们就用小火去煎它就可以了。同时我们把土豆加入到锅里，继续炒制。西方人跟中国人做饭的方法不一样在哪儿？其中有一个小区别就是，中国人做饭喜欢最后放，但是西方人喜欢先放一下。因为这是一道奶香浓郁的汤嘛，所以我相信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，不妨在家里也试着做一做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入牛奶。我们再加入一定量的热水。我们要多加一些水，因为土豆的淀粉质会让这个汤会非常稠，这样一会儿我们在打汤的时候呢，不至于打不动，或者变得特别稠。这时候可以开大火。好，面包丁基本上就算出锅了。我们把蒜加进去，
让它吸收一些蒜的香味儿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关火了，让蒜充分吸收这个锅的热度，一些余温就可以把蒜烘干，烘出香味儿来。这个汤大约要煮15分钟到20分钟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来打开这个温泉蛋。已经浸过凉水了，所以煲的时候呢，慢一点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这个皮凉着吃跟热着吃呢，口感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们可以拿出一片土豆来，可以尝试一下，看看它到底是熟到什么程度。这样轻轻的很容易掰碎了，就说明土豆已经熟透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，让它凉一下。我们需要一个打碎机，这样打碎机。因为汤还是比较烫的嘛，所以我们先㧟一些固体的土豆进来。OK， 这个汤就算打完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细螺，非常的浓稠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摆盘儿。